回到家里，林平又让大家帮忙把桌子搬到了后院，老太太也在这边帮忙。见她在上菜，几乎所有人都有些坐不住。都坐着，我们天天在家闲着，现在就当锻炼身体了，累的是你们。快好好吃，今晚的菜多。林浩招呼众人落座，都是平辈人，也没什么讲究。各位辛苦，这第一杯嘛，为了平安。众人纷纷起身，满饮了一杯。先吃，边吃边喝。夏蓉见他们这是要拼酒的节奏，赶忙提醒了一句：空腹喝酒伤人不说，也更一醉。千里奔波只为财，都是家里顶门立户的。虽说钱是王八蛋，但没他肯定不行。哈哈，祝大家发财，干杯！老板发财，我们跟着也发财。喝完2杯，林浩一挥手。接下来自由发挥，先声明，我不能喝，别灌我酒。阿和说急了这一趟捕鱼的事，我们第一天前2网几乎没收获，结果到晚上7点多起的那网才逐渐好起来，也真是奇了。一边的夏蓉听着，心思一动，对着他们道：真这么巧？那晚6点钟左右，阿浩去拜了妈祖，我还说他咋晚上去拜呢？就是巧合。林浩赶忙开口推动：我就说嘛，以后阿浩你只要不跟着，就一早去拜妈祖，这样咱的收获兴许还能更好些。老猫提议完，又举起了杯。终于熬到了结束，大家虽然都有些过量，但好在并没有现场直播的。上午9点，林浩到了镇上。今天2艘钓鱼船第一次出航，2挂长长的鞭炮相继响起，还在2艘船上各烧了黄纸。吉时已到，顾客登船，乾坤跟着船远航。林浩开着3轮车来到镇上，再带上自己的鱼竿，一个人就出海了。实在无聊的他，打算重操旧业，不忘初心嘛。忙完回到码头，6点钟左右将船停好。哟，林总怎么越混越差了？陈东见他一个人忙前忙后的，笑着打趣：别啰嗦，把这2条猫杀撑了。撑得着吗？东哥，做人不能忘本，你现在这种思想很要不得。想想以前100多斤的苦螺，你都能乐开嘴。放屁！啥时候我对着100多斤苦螺乐了？这2条不称了，晚上我留着做酸菜锅子。林浩听他这么说也不啰嗦，骑上3轮车就要走。你真走啊？我开玩笑的。2条鱼送你了，明天送我1箱柴油行吧？阿浩，你真会算账。回到大哥家，夏蓉见有2尾鱼便问道：你钓的，这是打算带回来吃吧？我来杀。嫂子，你忙你的，这2条鱼我自己弄。林浩打开手机，问问度娘，鱼子酱是咋做的？海鲶鱼的籽就像是一小颗一小颗的金豆子，金灿灿的，非常漂亮。将2尾鱼的鱼籽全部取出来，清洗后蒸个2-3分钟，将鱼籽取出来，把上边的佐料挑掉，剩下的就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鱼籽。你这是打算自己做鱼子酱？林安国刚回到家，便过来瞅了一眼。爹，你还知道鱼子酱？老子以前走南闯北啥没看过，听说这玩意味道很好，你会不会？别做砸了。嫂子，家里有干净带盖的罐子或瓶子吗？夏蓉答应一声，没一会拿出几个洗干净的罐头瓶，用勺子一点点的装进瓶子里。你弄好了吗？可以吃饭了。弄好了。林浩只拿了1瓶，饭盛好。他用筷头挑了几粒放在嘴里，轻轻一咬就感觉到爆开的口感，味道嘛，带着点微腥和咸味，细品下之有股子淡淡的清香和甜味。林安国没等他毒发身亡，也抢着盛了一点肠胃，边吃还边点头，味道确实不错，怪不得那么贵。爹，你觉得好吃？好吃啊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剩下的全给我。见老子吃的没完没了，林浩果断把瓶盖盖上。这玩意胆固醇太高，每天只能吃1点。林安国嘀咕了一句，不知说的是啥，不过倒也没再打开，端起杯开始喝起酒来。我请了专家，对方也看了海南的茶树品种，觉得采用嫁接的方式比较好，你觉得呢？饭后2父子回老宅的路上，林安国说起了正事。爹，咱主要是为了养羊，我觉得还是直接买现成的茶树回来移栽吧，这样的成本可能会高些，但更方便。林安国叹了口气，还是点头。还有你水产这块打算怎么弄？我找人请了水产局的人，他们正在帮我做水样测试，看看适合养哪些品种。哦，对了，孙镇长给我来了电话，他有个亲戚家的孩子来这边玩，想出海看看，还说了该多少钱费用就多少钱。我把这事揽下来了，告诉他你这几天在家，你明天一早反正要出海，从镇上接一下人。行。林浩也没当回事，多一个人出海也好。清早，林浩来到镇上，先到陈东那里又拿了一副鱼竿。孙镇长把人带到了收购站，笑着介绍道：这是阿浩，咱镇上可找不到另一个比他更有想法的年轻人了，考上了京大，不过没念完就回家发展了。随即又一指他的亲戚，看向林浩：这是小张，也是名校毕业，你们肯定能玩到一起。林浩看着小张，
挠了挠头。话说这货怎么长得这么熟悉？这张脸好像在哪见过。孙镇长把两人各自介绍一番就离开了。我叫林浩，对方也笑着伸手向我。张一鸣，去年刚毕业。天雷滚滚，在听到对方说出全名时，林浩终于反应过来了。卧槽，大腿，怪不得这么熟悉，原来是他。曾经自己还看过这货的人物访谈，比自己还小1岁，人家居然国内财富榜第2，全球前20的存在。阿明，叫我阿浩就行了。你看咱俩年龄应该差不多，千万别客气。走，先别急着出海，我带你在镇上转转。陈东狐疑地看着林浩，然后又将目光移向张一鸣，心中很是不明白。他太了解林浩了，突然这么热情极度的不正常。林浩没管陈东在想什么，搂着张一鸣就出了收购站。阿浩，你别搂着我成不？没事，我不在意。可是你个子这么高，搂着我总感觉不自在。林浩哈哈一笑，松开手，两人并排往码头的方向，先到了天晴的大工地。这是我买下的地，也不大，总共80多亩，不值什么钱，打算弄一个渔业深加工的公司。我还有一个养殖公司，现在手头上还有1、2、6艘渔船，其中2艘还在造，有1艘稍大些，75米左右，造价7000万左右吧。如果是老猫他们看见，肯定会很惊讶，不明白自己一向喜欢藏舟的老板为啥会对一个新朋友盘点家业。没错，林浩就是在亮肌肉，他要让张一鸣清楚自己很有钱，这样等到这货创业找人投资的时候，才能想到他吗？阿浩，咱还是出海了，我已经知道你很有钱了。张一鸣有一种被林浩秀了一脸的感觉。你丫是告诉我，你一个辍学的比我一个毕业的混得好是吧？阿明啊，别多想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我就是想跟你分享一下，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不是追击风尾之人，他日必定如潜龙腾渊，一飞冲天的。到时若是有困难，尽管来找我，多的不敢说，3、5个亿还是随便掏得出来的。张一鸣彻底无语了，感觉又被这货秀了一脸。妹的，开口就是3、5个亿。走吧，咱出海。你这么有钱了，还自己驾船出海？到了海边，看到林浩熟练的摇响机器，亲自驾着船出海，张一鸣有些惊讶。就按刚刚林浩的表现，妥妥一个暴发户啊！但现在的做派又跟暴发户不匹配。阿明，做人要不忘初心，我的钱全部来自于大海，我的根就在大海上，所以啥时候我都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。虽说赚了一点钱，但我还是个渔民。这番话又让张一鸣一愕，这货有人格分裂。阿浩，我听我表叔说你在村子里做的事确实挺了不起的，能具体和我说说吗？你是玩互联网的，我是做实业的，没有多少。你咋知道我是做互联网的？张一鸣有些懵，从接触到现在自己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职业。哈哈哈，你这身上从上到下都散发着一个男的味道，我眼又不下。张一鸣愣了片刻，竖起大拇指。你看人真准，我感觉你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，就是想听听你是咋想的。还能咋想？人本身就是群体动物，在一个群体里，我不可能一个人独占所有的资源，把好处占尽了。如果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便利身边人，这才是最佳的处世之道。村子发展起来，于我有利，于村民有利，所以我就想着推动了。林浩有些避重就轻，并没有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。1个多小时的航程，张一鸣对林浩已经改观，能说会说，见识不凡。很多时候自己只开了个头，对方就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意思，这样精神层面的契合，让他感到非常的舒服和放松。出海就是钓鱼，家里的大船在拖网，估计还有2、3天才能回来。我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没办法跟船，所以闲暇的时间就钓钓鱼。别小看这根杆子，很多人靠它养活一家人呢。当然，下午咱还要收地笼，到时你可要帮忙。没问题。张一鸣也不是菜鸟，连鱼钩都是自己绑的。挂上饵之后，两人开钓。口好像不好，别急，现在是底潮，不过已经在涨了，马上鱼情就会好起来。林浩刚说完，杆尖就抖动了起来。他扬竿刺鱼，确定中鱼后，扭头对阿明道：“我说的不可能有错，就像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不久的将来你会创业，而且你需要我的投资。”张一鸣突然笑了，边笑边摇头。行，借你吉言，到时找上门，你可别拿棍子撵我。今天收获的第一尾鱼是春子，旁边的张一鸣也中鱼了。他的性格沉稳，神情居然格外的严肃认真。当鱼出水面时，他看了一眼，对林浩道：“好像和你上一尾一样。”也是。卧槽，不对，是大黄鱼，看着和你上一尾一样啊。大黄鱼的头和嘴比春子都小一点，而且春子鱼的身形更扁一点，黄鱼更圆。大黄鱼很贵吧？张一鸣老家虽说不靠海，但与几个沿海城市接壤，多少还是听说过一些。还不错，你钓的到时你卖，要不晚上煮来吃，我还没吃过呢。林浩顺手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，同道中人啊，又多了一个共同爱好。没问题，今晚咱就把它给变成大份。你虽然说的没问题，但听着怎么就那么恶心呢？哈哈哈。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饭后两人歇了有1个小时。阿明起来，我们去收地笼了。遥想机器开着先到了龙虾岛，林浩勾起浮漂开始拉。你会开船不？张一鸣摇头。那你会收地笼不？张一鸣再度摇头。那你会吃饭不？张一鸣本能想再摇头，随即一翻白眼。嫌弃我是废物你就直说。开个玩笑嘛，收地笼很简单，把笼子挂在卷扬机上，稍一用力的笼就出水了，收上来一个就解开集鱼袋，把海货倒出来，
接着拉第二个就行。其实没张一鸣、林浩一个人也能弄，但对方跟着出海，还是让其也体验一下，自己收上来自然更过瘾些。没一会，第一个笼子出水，看到里面的海货，张一鸣吓得连退了好几步。卧槽，你咋不告诉我这里面还能收到蛇？好东西来着，老虎鳗有个3、4斤了，今晚又多了一道菜。这是鳗鱼。林浩还是没让他再动手，不知道轻重再被咬就麻烦了。第二个笼子就开始上龙虾了，有2只，个头中等，都在7、8两的样子。我来收。林浩想了想，还是打开系统将这货暂时绑定为工具人。即使这样，接下来的几个笼子收获还是极少，都是一些螃蟹和杂螺，一只龙虾都没见着。算了，还是你来吧。张一鸣有些气馁，结果林浩刚接手，上来的笼子里再度发现龙虾的身影，而且这一笼子里面居然有7只。卧槽，这龙虾还认人啊！林浩笑了笑，他算是闹明白了，系统分配的幸运值会影响到工具人的收获，但对于拥有系统主体的自己并没太大的影响。阿浩，这些能卖多少钱？不算上午咱俩钓的鱼，这些能卖个2000块左右吧。张一鸣张大嘴，不禁惊呼：等于说你拉了一下午的地笼，就赚了普通工薪1个月的工资？不能这么算，还有邮费、人工、船的折旧。好吧，你这么说也没啥毛病，因为还有一大半的地笼还没收呢。龙虾岛的地笼收完，林浩重新放饵又投了下去，反正接下来都是好天气，过2天再来收就行。近6点的时间，开着船往码头赶，张一鸣就站在他边上陪他聊天。阿明，咱认识也是缘分，晚上到我家吃饭吧。你今天对我这么客气，是不是因为我表叔？林浩有点懵，自己算客气吗？要说一点没有你也不信，孙镇长也是我老朋友，他嘱托的事我肯定不会办差了。当然，咱俩能聊得来也是真的。行，那我晚上去你家吃，咱再好好聊聊。2人开着3轮车回到收购站，看到收获，陈东苦笑着摇了摇头。阿浩，你说实话，运气这玩意到底有没有秘诀？为啥你总是比别人要好？张一鸣心思一动问道。东哥，这收获算好吗？这里咋能用疑问句呢？人家的小船1年有这么1次收获就高兴坏了，也就他4次都这样。人家的船每天能收多少？一般点500、600，好点1000出头。那也还好啦，1个月平均也有近2万块呢。兄弟，还有成本，出海的成本很高的，一趟油费少的200、300，多的400、500，还有2个人的人工、船只的折旧。当然，总体算起来，别打工肯定要强，但也要承担出海带来的风险。东哥，你别和他算这些，他是做 IT 的，成本全虚拟。怎么可能？服务器和宽带费很贵的。吹了几句，开始过秤。大黄鱼卖了2尾，加一起刚好5斤，单价450块，非常良心了。九节虾12斤，95块1斤；东风螺10斤，120块1斤。虾肚自然是最多的，有65斤，1斤5块5，加上钓的一些鱼，还有一些杂螺和螃蟹，一共卖了5800块。那这是你的？林浩数出2600块递给了张一鸣，去掉成本，1人1半。对方不客气的接过去，还像模像样的点了点，这才递还给林浩。阿浩，这不够我创业的，你还是先收着吧，等我创业再来找你化缘。林浩哈哈大笑，这家伙真有意思。好，我等你，晚上去我家吃饭，不去我大哥家，就在老宅。行。先到的大哥家，给嫂子留了点海鲜，又告诉他晚上不在这边吃，他这才带着张一鸣回了老宅。有电脑能上网，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我一个人能行。林浩开始忙碌，结果没一会，老罗老婆和老太太都过来了。今天咋在老宅烧起火了？来了朋友，随便对付一口，在大哥家不是很方便。然后林浩就被撵出了厨房，老太太和老罗老婆2人接手。你亲戚？都是我邻居。你在村里人缘不错啊。也对，你是个有大爱的，能花精力发展村子，人缘怎么可能差？林浩呵呵了2声，1年前的自己那可是人增狗厌。你对互联网了解吗？互联网怎么说呢？目前还是以桌面互联网为主，但最多2、3年，随着3G 技术的发展，移动互联网必然会大行其道。这些我倒是了解过一些，但要更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。张一鸣微微点头。没一会，陈东来了，3人边吃边聊。晚上10点多，陈东2人便回了镇上。第2天，林浩得到赛委会的通知，要他过去市里签一份协议。协议内容分为3块。一是参与人的风险问题，第2块自然是双方的权益，参与者在比赛中的收获由参与者全权负责处理。第3块则是违规解释，不限定渔船的作业方式，但每一条船不能超过8名作业人员，限定时间是3天。林浩便把合同签了。林浩在镇上一直等到晚上6点，依旧没有收到大哥的信息，这下他有些急了。别急，可能行情好，他们耽误了。林浩微微点头，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。现在的船比以前好多了，而且你们作业的地方不远，还有备用的筏子。退1万步讲，真有紧急情况，人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就你现在的身家，毁了一艘船，又不是没日子过了。
叔，道理我都懂，就是心里放不下。话音刚落，短信的提示音响了。不等林浩看内容，陈东的手机同样响了。他笑着道：“咱俩同时收到的，估计不是移动公司，就是船回来了。”林浩掏出手机，先给嫂子打个电话，让她顺便通知一下老太太。陈东也要动起来，联系卸货人员和3轮车拉货。林浩在码头等了10多分钟，陈东带着人来了。船一靠岸，林平第一时间跳下船。没碰着啥是吧？咋弄这么晚？原本是中午就能到的，结果今天内湾口的地方不知咋了，捞虾潮全是9节虾，一网下去就是几千斤，我们舍不得走，就多拖了2、3网。林平说着将单子递给林浩，林浩接过没看，转手交给陈东。他则上船，跟每个船员都打了声招呼。阿浩哥，这趟收获还行。阿晨严肃地说道。林浩笑着在他头上轻拍了一下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知道这趟收获肯定很好。一般般，就是差不多爆仓了。哈哈。林浩大笑着跟所有人都打了声招呼。开始卸货，大家加把劲，争取3点钟完工。这次货有点多，林平估摸着最快也得5个小时左右卸货。刚开始卸的全是马鲛鱼，足足有4、5千斤的样子，相继还有带鱼、金鲳，居然还有2、3千斤的基隆鲳，还有几千斤的金线鲢。这些鱼的价格都不高，10几至20几块左右不等，但胜在量大。阿浩哥，东哥叫你上去，我来吧。来到码头，陈东拉着他道：“有收获的来了，我俩回店里卖货。”说着便将单子递给他。林浩这才仔细看起这一船的收获，虽说值钱的海货不多，里面有几千斤石蚌，还有1万来斤的9节虾，仅这些就值大钱了。卸货跟收购商看品质谈价格，再到过磅，到了清早近5点钟才弄完，总金额是475万多点。林浩拿钱分提成，大家让直接转账。行，那今天下午给你们转。这次最高兴的当属阿策和柱子，475万，去掉成本，这一趟进账至少也有4万5，爽麻了。这次多休息2天，我报名参加捕鱼比赛，等我通知，咱一起出海大杀四方。把海货给大家分了，这才将人全部送出了门。林浩则拿出单子开始算账，把银行账号全留给陈东，麻烦对方转账时顺便转一下。时间很快就到了正式比赛的日子，这次是在春然镇的码头举行的。上午11点10分，随着喇叭的声响，参着开赛的口令下达，80余艘船只几乎同时动了起来。毛哥，让他们先走，这样容易出事。老猫等了约有半个小时，这才挂档调转船头，打算加大马力前行。突然斜刺里冲出一艘船，刚好挡在了他们船的前面。快点走，晕，快点！甲板上阿和等人指着前方渔船跳脚大骂。林浩拿出旗子向他们打旗语，老猫又开始向左满舵，结果对方在他们船头发生偏移时，也开始往左打舵。有病！这是哪里的船？他们是故意的，跟我们有仇。大家也反应过来，对方就是摆明着搞自己了。舵室内，林浩也是一脸的阴郁，老猫已经在破口大骂了。阿浩，侧着撞过去，他们的船损失会更大。一艘船最坚固的肯定是头尾，而头部又是最尖锐的。老猫的意思是用自己的船头撞击对方的船身部位。不行，如果刻意撞船，很有可能会被直接判违规。那他们这样就不算违规了。林浩没有回复，而是下达关机器的指令，随后开始沉思，是谁在针对自己呢？5条，赵继北。耗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，对方似乎也怕赛委会的巡逻艇发现，这才晃悠着离开了。毛哥，2147，咱都要记牢了。林浩看着 GPS 研究着路线，顺便把赛委会圈定的水域坐标标示上去。阿浩，我们也尽快下网吧。不急，毛哥，这里的网太密了，就算有收获，到时一不小心2条船的网会搅到一起，到那时耽误的时间就不是一星半点了。阿浩，我看了坐标，我们之前捕捞的海沟刚好在赛委会划定的边沿线，要不我们还是去那里吧。老猫再度提议。林浩在 GPS 上研究了片刻，敏锐地发现这次划定的海域在西南的位置居然留有一个夹角，却突出去一块约有20海里的长度。毛哥，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。老猫看了一眼，眉头微皱。到这里就算是全速跑，也要10个小时左右，太耽误。中途下网，再行驶4小时放网，我们划个弧线过去，等到了地方作业2网，再拖着网往回跑。随着离岸越来越远，目光所及已经看不到其他船只了。林浩这时看一眼系统，今天有个71点的幸运值，而幸运值下方的小箭头同样是指向了西南方。行驶有近5个小时的时候，3点钟左右下的网，6点开始起网，不一会就看到上来的网囊，还不错，快点解出来，再把网放下去。林浩上前把网兜绳解开，网囊中的渔获全部掉了出来。火点还不错，游戏接着玩，还有35个小时的作业时间，我们争取一人解1网。我之前已经解过了，接下来报名排队，谁解的最少就请客。如果接下来的每一网都比我这一网收获多，我除了请客，还答应休渔期带大家去京城玩一趟，可以带家属的那种。听说能出去玩，还能带着家属，大家齐齐欢呼一声，接着七嘴八舌地问起来：阿浩哥，我能带上我爹和我妹一起吗？直系亲属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可以带着。
阿浩哥，京城有多远？咱得咋去？我听说坐飞机很危险。飞机的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，到时看人员结构，真不适合坐飞机，咱就坐火车，反正休渔期时间大把。林浩之前也就跟老猫夜聊时说及去京城，其他人还真不知道。此刻听说只要让他的收获垫底，大家就能去玩一把，个个皆是摩拳擦掌。下一网我来解。好，那我解第3网。看到大家很快就把次序排好，林浩跟老猫相视一笑，没多少货，林浩就叫上老猫、阿晨还有柱子回仓柜休息。一觉睡醒，时间就到了晚上10点左右，差不多该起第2网了。在海面上看到2艘船离得很近，阿浩，那2艘船不会是又叫上近了吧？不知道，但看着像，何必呢？老猫缓缓摇头，叹了口气。在海上开赌气船可比陆地上开赌气车还要危险。阿浩，不管别人，咱该收网了。我自己收，阿晨，你帮我。等到网囊被吊起时，阿和哇哇的大叫着，高兴坏了。林浩心思一动，打开系统，原本71点的幸运值瞬间跌到了只有14点。看到这么大的跌幅，他也激动起来，迫不及待想看看这一网有啥新品种，肯定值钱，不然不可能一下子消耗掉50多点的幸运值。阿和，快点！被林浩催促了一句，随着绳子解开，渔获哗哗的倾泻而下。看到鱼时，所有人齐齐一怔，下一刻齐齐惊呼出口：燕子鱼，是燕子鱼！阿和兴奋的手舞足蹈，这一网足有3吨多，不仅量大，现在来看鱼品种更是不可多得，有5000多斤的燕子鱼。这个是牛屎鲳吗？什么眼神？这是燕子鱼，跟牛屎鲳不一样。阿和相当不满，虽说两者的颜色相仿，但鱼鳍相差很大，这都能认错。这是燕子鱼，比牛屎鲳好吃，而且更稀少，价格估计是牛屎鲳的3、4倍了。燕子鱼主要是鳍很长，特别是长长的背鳍和腹鳍。当然，这鱼的别名很多，有的地方叫燕鲳，有的地方居然叫吸血蝙蝠鱼，全身呈灰黑色，整个头部与白鲳几乎一样，学名叫圆翅燕鱼，属于白鲳科的。这里的水不深，挑一部分活力好的，看看能不能养活。这种死鱼和活鱼的价格悬殊非常大。老猫边说边将手里的一尾扔进了旁边带水的桶里，大家见此也都开始挑拣起来。也奇怪了，今天居然能碰着这个。猫哥，这鱼很少见，不常见，但1年也能见着个2、3回，通常都是钓口上来的鱼，1条2条的。咱这一网居然拉上来几千斤，哈哈，这要是空口白话的说出去，估计渔民没一个信的。那是我运气好。阿和再度抖了起来。阿浩哥不跟船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有这个好运气。上次阿平哥垫底，你好像是排名倒数第2。阿和的显摆劲，终于连他最好的基友阿晨也看不下去了，开始给他摆起道理，讲起了事实。大家运气都好，妈祖罩着我们呢。这一网可是花了不少的功夫，近3个小时才将鱼给清理干净，弄完已经夜里1点钟左右了。